全京城都传我在江南教养17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生得倾国倾城。实则我在漠北随军17年，是斩杀无数突厥人的昭华将军。皇帝因江南闺秀的美名，把我赐婚给镇南侯世子萧寒林。我被迫伪装大家闺秀，嫁入侯府。而夫君萧寒林也对我冷若冰霜，避之不及。所有人都以为他厌恶这门婚事，只是某天无意间误闯进萧寒林的密室，发现满墙都是我戴着鬼面的昭华将军画像。而昭华将军这个身份，在我离开边关那天就弃用了。少夫人，世子爷在书房找您。我应了一声，轻轻提着裙边，踩着碎步向书房迈去。他平时可是绝不主动寻我的。今儿怎么这么奇怪？莫非他终于憋不住要跟我和离了？我强压下心底的狂喜，面上挂着贤良淑德的微笑。对面走来一排侍女，她们抱着新买来的瓷器，正向后院赶路。瞧见我，她们赶紧退到路边上。走在最后的侍女被大花瓶挡住了眼睛，没留意到地上的台阶，脚下一滑就往侧边摔去。我眼神一紧，探手抱住她的腰，一把将人牢牢拉了回来。侍女站稳后，拍着胸脯：“多谢小姐，多谢小姐。”我摆了摆手，慢悠悠地走远。小侍女没忍住回头瞄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真邪门，少夫人的力气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你吓懵了吧？咱们少夫人那是实打实的名门千金，据说出嫁前一直在南方被富养了17年，长得娇滴滴的，琴棋书画全通。我听觉极佳，那俩小丫头的悄悄话一字不落地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不由得翘起了嘴角。猜错喽，哪是在南方被娇惯17年？我头17年可是一直在塞外大漠里混的。到底为啥会嫁进这深宅大院里，当了个憋屈的少夫人？这是说来话长，没法细数。时之啊，你回京城去吧，爹都给你找好一门好亲事了。犹如五雷轰顶，惊得我目瞪口呆。我抽了抽嘴角，爹，您说胡话呢？没胡说。他牵起我的手，瞅着我手上深浅不一的疤痕。外族首领已经派人递交了投降书，现在他们伤筋动骨。前几天京城下达了旨意，皇上念及我立下大功，打算叫我回京城领赏，顺带他想给你和镇南侯世子指婚。世侄啊，听话些，爹老了，真怕哪天就保不住你了。你若是能老实留在京城，那爹心里也就踏实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有什么好反驳的？嫁人这种事对我来说其实也没那么关键。撤离塞外那日，我转头望向天边那红彤彤的落日，那样耀眼的画面，我打从回到京城就再也没见识过。京城确实热闹，哪儿都透着富贵迷人，直到回京我才弄清楚，原来城里人都以为我这个宋家千金一直被好好养在南方，还传我从小精通琴棋书画，长得十分水灵，身子娇弱，脾气更是温柔的惹人疼爱。我惊得瞪大眼睛，冲进老爹的书房。是你瞎传的？老爹理亏地蹭了蹭鼻子。我也要点面子嘛。难怪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要把我和风度翩翩的头号公子萧寒林凑一对。闹半天我在京城居然有这么大名声，虽然很是火大，但也只能干瞪眼。于是快出嫁的前几个月，我白天待在家里练琴下棋看书学画，晚上就坐在祠堂闭目养神磨练脾气，再摔坏10把琴，掀翻20个棋盘之后，我总算是有模有样了，最起码能扮成一个名门淑女了。老爹还从名医那儿弄来个偏方，每晚把全身泡在药水里面，身上的疤痕也就慢慢消退没影了。他叮嘱我，可千万别叫人看出来你在大漠里的底细。一是皇上冲着我这名门淑女的好名声给我指了婚，要是事情穿帮，那可是欺瞒皇上的重罪。二是京城里暗流涌动，好多外族细作都躲在暗处，万一查出我就是在塞外打跑无数外敌的昭华大帝，那肯定会被人给盯上。我对结婚以后的日子没抱啥念想，能捏着鼻子受这么多委屈，全是因为我老爹岁数大了，他老来得女，有了我，自从我娘被外族细作害死以后，他整个人就全垮了，后来为我才重新站了起来。这么些年，他确实禁不住我瞎闹了。我出门子那天，老爹喝得烂醉如泥，我鼻子一酸，低着头坐进轿子。打那以后，什么大风黄沙、塞外夕阳、打仗拼命，统统都跟我没半毛关系。对于这门亲事，我唯一觉得庆幸的就是我这位丈夫镇南侯世子萧寒林好像特别不待见我，瞅我浑身没骨头似的躺在床上会皱眉，瞅我绣花时不留神扎破手指疼得吸气会皱眉，
朝我伤春悲秋，在月光下弹琴，还会皱眉。他只要看见我，那眉头就没有1分钟是松开的。我也懒得理，反正我也不怎么爱他，我巴不得他更讨厌我一点，最好连我的院门都别迈进来半步。这样你舒坦，我也舒坦，大家都好。后来在一次酒席上面，萧寒林的郡主表妹笑盈盈来敬酒，她约我去没人的地方看花，接着就变了脸。你嫁给了寒林哥哥，是不是特别痛快？她死命地瞪着我，拿你爹拼死拼活换来的功劳嫁进侯府享清福。宋时之，你有啥好臭得意的呀？我这才弄清楚，闹半天这位郡主是看上我那相公，却得不到。我也绝不是啥事都憋着的脾气，于是当场反问过去。郡主这是在怨自己没个能拼死拼活挣下功劳给你铺路的亲爹吗？你就算嫁进这大宅院，也别想得到寒林哥哥的真心。我扭过头瞅着他，他好像是找到了靠山和底气，于是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像个疯子。寒林哥哥有个疼到骨子里的女人，不过那个女人早就死了，寒林哥哥这辈子都不会再看上任何人。宋时之，你自个儿说你可怜不可怜？这有啥可觉得可怜的？萧寒林的真心很宝贵吗？谁喜欢谁拿走，反正我不想要。我懒得跟他瞎扯太多，扭头就走。回大宅院的半道上，我跟萧寒林坐一辆马车，他靠在车厢上，闭起眼睛，跟我拉开了挺大的一段空。我上下瞅着他，心里全明白了，难怪天天拉长个苦瓜脸。原来是心肝宝贝没啦！啧，真是个可怜虫。我本以为我在宅院里的日子会一直这么平平淡淡，直到某天大半夜，有小偷摸进宅院里，我顺腿就追了出去，结果不小心闯进了萧寒林书房的暗间。这一踏进去，直接惊得我头皮发麻。萧寒林在暗中查我？不对，准确点来讲，是在偷查当昭华大将军的我。暗间里面全挂着我的画，画里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裳，外面套着红铠甲，头发扎起一半，戴着个吓人的鬼面。这个事应该没什么破绽留下，但萧寒林干嘛要派人查我？他到底在怀疑啥呢？万一真让他查到了什么，那我爹就是欺瞒皇上的大罪啊！他这条老命恐怕就交代了。我估摸下场也强不到哪儿去。外头忽然传来响声，我顾不上细想，便火急火燎地逃离原地。逃回屋里，我躺在榻上，翻来覆去熬了整整1宿。我琢磨着，这侯府我是待不下去了。萧寒林这人心思太重，我必须得躲他远远的。怎么才能顺利离开这里呢？唯一的道就是和离。最妙的是他主动要求散伙。心里有了盘算，我立马就开始动手折腾了。越是不待见我扭捏做作的样子，我就越要作妖给他看。我吩咐灶房做了一大堆饭菜，当亲虽轻奇异惯，等端上来后又嚷嚷着胃口不好不吃了。等佣人把菜端走，我又满肚子怨气的喊饿，非逼着他们再去重新做。我在心底暗暗跟大伙儿道了个歉，你们再担待点，等他肯跟我和离了，就没谁来折磨你们啦。翻来覆去闹了几趟，到底还是有人憋不住去管家那儿告了状。我也不清楚这破事儿到底有没有飘进萧寒林的耳朵里，反正他那边没啥动静。见他还是不搭理我，我又吩咐人把院里开得正艳的梨花一朵朵全打下来。这一回萧寒林总算急眼了，谁让他是真稀罕梨花，听说是某个知己送的梨树枝子种出来的，为此他可没少花费心思。他跑来院里凶我时，我揉红眼眶，哭得假模假式。我闻着那味儿就觉得心里发毛，整晚都睡不踏实。怎么，那些破花我连碰都碰不得了？瞧得出，这回是真动气了。切，装什么朋友送的？十有八九就是他那个心肝宝贝送的。我可算揪住了把柄，于是死盯着那俩梨树乱折腾。萧寒林硬扛到今天，到底还是憋不住了。跨步走入书房时，我又变回那副娇弱不堪的模样，肚子里其实早就开始唱起歌来。憋不住了吧？那就甭憋了，休书上指印一摁，咱俩一拍两散，各自去飞，多逍遥啊！我挪到萧寒林的书桌前站好，
世子，您找我？他没抬头看我一眼，只是安静盯着面前的纸。我飞快扫了一眼，和离书，真真切切就是和离书。行。萧寒林嗓音低沉，今天把你叫过来，我是有正事想跟你谈。你嫁进咱们家也快半载了，这段日子你也能体会出，咱俩根本就没有半点感情。我面上装出难过的模样。萧寒林停了停，好像是下定某种狠心。所以，我打算跟你。他话还未讲完，窗外一道黑影嗖的闪过，漂亮雕花木窗被人撞碎，几个蒙面黑衣人飞快窜了进来，举起剑就朝萧寒林身上扎。萧寒林会点武功，但不强，他慌乱挡下2招，就被其中一人一脚给踹翻在地，眼瞅着马上就要归西。原本我是完全能袖手旁观的，毕竟他没命了，我就踏实了，就没人查我跟我爹了。但我不能见死不救，因为这几个杀手是外族人，我随便看一眼他们的路数就认出了。而我宋时之最痛恨外族，在那杀手的剑扎向萧寒林胸口的当口，我抬腿将身边的椅子踢过去。等护院保镖跑来时，我躲在墙角，浑身哆嗦。萧寒林瘫在椅子上，看傻了眼。保镖头夸赞：“世子爷身手不凡，这点小贼简直是手拿把掐。”萧寒林眼神十分纠结地瞅了我一眼，接着摆了摆手，吩咐保镖们把活口押走了。屋里这下又只剩咱们俩人，我也犯不着演戏。我直起身，弹了弹裙子，把掉在地上的那份散伙书捡了起来，从头到尾描了一遍，写得真不赖。我咬破指头，在上面摁了个指印。咱继续唠刚才没聊完的事儿，这散伙书该你了。世子爷，就当是感谢我刚救了您的命，这散伙书您……我话刚讲一半，看呆了。平时文质彬彬的萧寒林捏起那散伙书，居然揉成团塞嘴里咽了。他不紧不慢咽了口茶。哪来散伙书？本少爷压根儿没想跟少夫人散伙。少夫人，你是不是搞错了啊？萧世子，你该不会在忽悠我？我干嘛要忽悠你？少夫人是打算跟本少爷散伙，很遗憾，这门亲事是皇上指派，咱俩如果要散伙，得皇上点头。皇上要是为了这事儿大发雷霆，再把宋老将军扯进来，那就麻烦了。所以嘛，这事儿以后再谈。少夫人能不能回我一个疑问？少夫人这身手脚瞒得够紧的呀。我是武将的闺女，练点功夫强身健体咋的啦？但我听说宋小姐从小在南方富养，精通的是琴棋书画，这矛盾吗？打从她跟前露了身手以后，我居然连脾气都懒得再藏着掖着了。我既精通琴棋书画，又会耍刀弄棍，不行吗？这顶多说明我脑子好使，别的方面啥也说明不了。再说，我话头一转，假装苦恼。我这点花拳绣腿，我爹压根就看不上眼，从来不准我在外人跟前显摆，怕我让他丢人。所以说，我乐呵呵地给他作揖告别。世子爷早点歇着吧，毕竟今天夜里世子也是累坏了。我偷笑一下，没错，就是故意刺挠他。堂堂侯府大少爷，居然这么弱不禁风，真没用。第二天听丫头们八卦，我离开后，书房的灯火亮了通宵。打从那日往后，萧寒林明里暗里就爱来试探我，起初还假装在我旁边打翻茶杯来考验我的敏捷反应，到后面就越来越过分。从打成婚到现在，他极少迈进我的院子，更甭提跟我同床共枕了。所以我现在瞅着眼前这个没事人一样在我跟前脱外套的男人，脑门直跳。世子爷是闹哪出？睡觉呀。本少爷琢磨了一下，这段时间的确是冷落了你，往后不会了。少夫人安心吧。哼，又来试探我了。他果真盯上我了。我指着屋后的洗澡池，我现在准备洗澡，世子爷也要跟着一块儿洗吗？哦，有何不可？我这句话估计刚好中了他的计。说到底，他跑我屋里非要跟我同睡，不就是想瞅瞅我身上有没有刀疤剑眼吗？那我就脱给他看呗。我斜了他一眼，接着直接走向洗澡池，背后传来了走路声。我没回头，
抬手解开外衣，衣服脱一半，我那光溜白嫩的后背暴露在萧寒林的目光里。我听到一阵好像什么物件倒地的动静，估计是门边的挡风板。等我回头看时，早就没见主上的人影了。切，就这点胆量，我懒得理他，伸腿迈进澡池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顺带着琢磨琢磨咋回敬他。3天后，老侯爷回城，大宅院一大早就忙活开。萧寒林亲自到城门口把老爹接回家。老侯爷的老伴走得挺早，老侯爷也一直没在张罗着娶老婆。他俩刚进大门，就碰见了待在前院的我。萧寒林瞅着我有些傻眼，就连老侯爷也愣了一下。我跟萧寒林成婚第2天，老侯爷就领命去福山郡办事去了，这会儿才回府。此刻撞见脸色惨白、模样憔悴的我，肯定吓一跳。师侄，你这到底是咋了？他十分关切地开口问我，我假装咳2声，摇摇晃晃地往前凑。回父亲，儿媳挺好的。刚讲完，还装作不留神地瞟了一眼萧寒林。老侯爷在朝廷混了半辈子，他多鬼精啊！扭头就盯住萧寒林，压低嗓门：“你给他穿小鞋了？”萧寒林还没张嘴，我就扑通一下瘫坐在地，接着赶紧拉住老侯爷的袍子角。父亲，这不赖世子爷，是儿媳自己的毛病，怪我从小身子骨差，只能跟着我爹练点拳脚，用来强身健体。世子嫌弃我成天瞎比划，那是情理之中，所以他从打结婚起就没进过儿媳屋门，这真的挑不出理。儿媳哪怕是抚琴下棋稍微懂点，却没能让世子开心，也肯定还是我本事太差。说到底，全都是儿媳的祸，父亲您可千万别怪他呀。萧寒林就这么盯着我，直到老侯爷伸腿狠狠踹了他一脚。听人说，萧寒林被轰去老祖宗牌位前跪了2钟头。我得知这好消息，那会儿险些没憋住笑出声。就算明白老侯爷其实也就是装装样子来哄哄我，可瞅见萧寒林挨训，到底是让我浑身上下舒坦。此刻在后院，萧寒林从蒲团上站起身，揉了揉发酸发麻的膝盖骨。老侯爷打门外进来，斜着眼瞅了他：“受够罚了，受够罚了。”老侯爷也不知琢磨起啥，没忍住乐了乐。你这媳妇儿挺好玩的，明天在家，她平时在家也是这么娇柔做作的。娇柔做作，娇柔做作。萧寒林跟着念一遍，翘起嘴角。父亲不觉得她挺可爱的吗？老侯爷瞅了自家崽子一眼，没多废话，背着手往里头深处走去。你跟来，我有点事要叮嘱你。我爹病倒了，我收到家里书信时，不留神碰翻了茶杯。萧寒林这会儿倒显得挺有良心，他吩咐手下去帮我收拾衣物。你先别发慌，我陪你回娘家瞅瞅。要是你爹病得确实挺重，你就在娘家多住上几天也没啥关系。我缓过神，抬眼望向萧寒林。谢。咱俩既然都成家了，就甭再这么见外了。说完，他便径直朝外走。多位备马。盯着他的背影，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我现在真是有点摸不透了。赶回宋家大院的时候，我赶紧去瞅了瞧老爹，他这模样看着真像是病了，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原本还长点肉的腮帮子都瘪进去了。瞅见他这副虚弱模样，我没忍住红了眼眶。师侄啊，你先去外面，我跟世子爷唠2句。我心里有些吃惊，他俩能有啥正经可聊的？老爹又瞟了我一眼，我没再多待，扭头出屋，顺手帮他们把房门给带上了。他俩在屋里头唠嗑。老管家，我爹到底怎么了？将军老爷这病来的实在鬼怪，而且势头很猛，是前2天在上朝时猛地晕死过去，过了1天才缓过神来。皇上专门派御医来把过脉，全都没看明白究竟是啥毛病。听他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反倒踏实下来了。这种邪门的怪病，简直太像我爹早前从民医谷弄回来的那个虚神丸的药效了。以前我爹在塞外碰巧救了民医谷的少当家，为了还人情，民医谷给我爹送来一大堆好药，治刀伤剑伤的占了一大半，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偏方药。这个虚神丸便是里面的其中一药。萧寒林没大一会儿就从我爹屋子里退出来了，他凑到我跟前：“宋老将军叫你进屋去呢。”他举起胳膊，好像是打算拍拍我的肩膀，可我急着进屋，嗖的一下从他旁边闪过。萧寒林的手停在半空，僵了僵，接着像没事人一样又收了回去。我推开老爹的屋门，3步并作2步跨进去。
老爹半靠在床头，冲我摆了摆手。我走上前，蹲下身子，压低嗓门问：“爹，你偷偷吃了虚神丸啦？”他瞅了我一眼：“你脑瓜子转的倒是真快。”瞧我满脸纳闷，他瞟了一眼窗户外头，说话声音也跟着变小。外族讲和的人马已经出城了，他们点头同意把战了的挺久的嘉北和玉安两座城还给大齐来表忠心。皇上吩咐我过了年带兵去那边守城。我前阵子刚打听到风声，外族埋在咱们这儿的细作好像又开始不老实了，他们这回的矛头似乎就对准了我。我这一把岁数了，肯定啥事儿都得多留个心眼儿。偷偷摸摸查了挺长时间，总算让我抓到了这帮人的狐狸尾巴。我心领神会的站直身子走过去，悄没声的把窗户推开一条小缝。院子里，萧寒林正跟管家在那儿搭话。我拧紧眉头：“爹，你难道怀疑萧寒林心里有鬼？”现在还说不准。刚把他喊进屋里头摸了多底，啥也没掏出来。所以啊，世之，爹想求你帮着办件事儿。回侯府的马车上，我闭眼歇息，忽闻一阵香甜。萧寒林低头从外边钻进马车。好味楼新做的糕点，听说城里千金都爱吃，你也尝点。我愣了下，伸手接住。老爹交代我在护好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摸一摸侯府的底。既然得调查萧寒林，那我就必须多多少少跟他套近关系。想到这，我冲他点头。多谢。萧寒林坐在我正对面，他安静了没一会儿，忽然问我：“你咋不在宋家多住上几天？”本来想留在家里照顾病号，可明天贵妃娘娘不是请咱们一块去赏花会吗？总不能让你自个儿去吧？我假装善解人意。萧寒林呆了呆，小声道：“没事，你若是真的放心不下，可以留在家里。赏花会我去替你跟娘娘赔罪，娘娘心胸开阔，肯定不会责备的。”这是真的在替我考虑，还是打算把我支开干点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那我就更得回去了。明天赏花会上应该有不少大人物，他们认识的神医也多，我还盼着去打听打听。你说的很对。他没再过多磨叽，扭头挑开布帘，看向外面。世之，你瞅那个唐人挺好玩的，你想买吗？除了老爹，还没人会这样叫过我，我觉得不大自在。等他转头看我时，我摇了摇头。过了没多久，世之，你瞅那边有耍猴戏的，你想不想下车瞅瞅？这男的咋突然变得这么啰嗦？我又摇头。萧寒林望着窗外，突然两眼放光。世之，那边有卖小兔子的，我去给你买一只。停车！自个儿跳出马车，我用力眨了眨眼，忽然听到车夫讲话：“小姐，我们是否要继续前行？”世子爷为哄少夫人高兴，可真费尽了心思。两位主子感情这么棒，叫人眼红。我这才懂，这是在哄我开心啊！我从没被人哄过。一时半会儿没回神，萧寒林没多久就回来了。他送给我一只小兔子，白毛的，红眼睛。我抚摸着那兔子，目光微闪。萧寒林开口问：“稀罕吗？”不稀罕。兔子这种玩意儿，在大草原上就是这帮猛兽下嘴的猎物，它太娇弱了。那你喜欢个啥？能飞的苍鹰，乱跑的野狼和土狗，或者躲在阴暗角落随时咬人的毒蛇，都行。我扭回头，掀开布帘，瞅着车外，京城百姓安稳度日，热热闹闹的。这地方与大漠戈壁完全没半点相像。他们没经历过塞外的冰天雪地，更不明白士兵们哪怕是睡觉干饭，都得留个心眼，死防着随时会冒出的敌人偷袭。地界养出啥样的人，我忽然感到些害怕。我老觉得，我要是再在迷人眼的京城待下去，我骨子里当兵的那股狠劲和机灵气儿会被一点点全给磨没的。苦难出英才，享乐出废柴，迟早有一天我会由狼变成兔子。我不想变这样，也不甘心这样。我把手里的兔子塞进旁边的铁笼子，掀起眼皮看了眼萧寒林。等他瞧来时，挪开目光。进了侯府大门，我就自个儿回院。我在屋子里头蹲了1个钟头的马步，打下2个钟头的拳，直到天色完全黑透，月亮爬上半空。我摸熟门路，翻上房顶。既然要摸透这南侯府，我脑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萧寒林书房的暗间，那间挂满了我的画的暗间。上次就慌乱扫了一眼，好多玩意都没顾得上细细瞅。我飞快躲开宅院护院的盯梢，静悄悄溜进萧寒林看书的屋子。趁着月光，我拧开书架上的绿瓷瓶，边角的架子立马挪开，露出个只能过1人的窄道。我再次溜进那个暗间，我点着蜡烛。这10多幅画里头画的全是我，有我骑马的，
舞剑的、抽边的，这10多幅画落笔的年份都不一样。近期的像是这2年画的，老旧的纸张都有些发黄了。画里的我身板干瘦，瞅着就像是12、13岁时的样子。我拧起眉头，这哪能对上？他那时候顶多也就是12、13岁，能弄懂啥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画，究竟是他从哪儿弄来的？也完全讲不通呀！我当年只是塞外营里的一个透明大头兵，谁会画我呢？我懒得再看那些破画，开始翻箱倒柜找其他线索。搜了半天，啥也没得。我有些憋气，今晚难道要空手而归？正纠结着，边上猛地冒出一阵动静。我赶紧把蜡烛吹灭，躲进死角，仔细一听，发现这动静是从暗间隔壁传出的。我的天！暗间旁边是更大的暗间。我蹑手蹑脚贴近那堵墙，接着摸了半天，摸到一块早就松动的小砖块。我小心翼翼将那砖头抠出来，凑着眼往里面瞅。只见宽大的暗室里，萧寒林跟老侯爷正面对面坐。全办妥当了，都办妥了。7天后半夜，我会去见八识图。八识图，外族首领的小儿子，那个传言里能文能武、啥都在行的天才。据说八识图早就是外族人眼里的小首领，他咋会跑到大齐都城？萧家爷俩跟八识图碰头是想弄啥子？老爹说他猜忌萧家跟外族人搭上线，看来真不是瞎胡说。我心跳如鼓，那头的谈话声似乎断了。我又瞅过去，只见又有一人进门，穿着利索的黑衣，瞅着像是秘密的护卫。我听见萧寒林喊他：“九阶，少夫人睡下没？”屋里的蜡烛吹了。世子爷需要手下去证实一下吗？不必了，他今天估计是累坏了，让他好好歇息，你别吵醒他。好。韩林，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挺反感这妮子的，起初指婚圣旨发下来的时候，你还跟我吵，说这辈子非那谁不娶。老爹，人都会改变的。我现在觉得宋时之挺好，我很喜欢。我压根没听进他在瞎讲啥。此时所有心思全被我用在那个昂着头立在旁边的爷们儿身上。这会儿他扬起了脸，我也看清了他的长相。那家伙不就是那晚行刺逼得我亮直货的杀手之一吗？我也没法再磨蹭下去，急急忙忙的开溜，把砖头塞回原样，然后撤出暗间，马不停蹄的跑回了自个的卧房。我刚站上床，外边就飘来一阵非常轻的脚步声，一个人影停在门外，踌躇了一会儿推门进屋。我闭起双眼，憋住了喘气。萧寒林衣服上的香气钻进我鼻孔，他挪到床边，低头瞅着我，啥也没折腾，就死盯着。我被他盯得脊背上的汗毛都炸了，差点就要露馅。萧寒林探手把我滑落到肚皮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接着把我悬在床沿外的手塞进了被窝中，动作特轻，透着股小心谨慎。我心底大惊，萧寒林没再弄出别的动静，他在我屋里站了一小会儿就出门了。时之，你就是昭华对吗？你发现我的秘密了。那间暗室你去过了，你逃不掉了。天刚亮，就有丫头跑来替我收拾打扮，她们替我套上一身啰嗦的月牙凤尾长裙，走起路来特别带感，特漂亮，也特难穿。我感觉自个的魂魄都被这裙子给绑死了。我挪到前院，萧寒林早就在那盼我，他仰头瞧见我，当场看傻。世子爷不走吗？点儿要到了。萧寒林皱眉，藏起眼底的心思。他扯着我上了马车，一路冲着宫门口摇摇晃晃奔去。跑来参加看花会的人挺多，漂亮大气的马车一辆挨着一辆。我还碰见了萧寒林的那位郡主表妹夏婉儿，她瞅着我俩紧紧拉在一起的手，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赏花的会上，男客女客没凑在一块儿，我被丫鬟带着去了另外的地界。好多官太太阔老婆找我搭话客套，我都挨着应付过去了。这种皇家酒局真没意思。没多远，一个丫头抱着一把老琴路过，被夏婉儿叫停了。你这琴归谁的？贵妃娘娘请来琴师弹曲，这是那位琴师的老琴。夏婉儿听了这话，眼珠子一转，顺带就瞟了我一眼，瞅她那目光我就晓得这混蛋憋着坏水。我刚想编理由开溜，夏婉儿却发话了：叫啥子琴师呀？少夫人弹琴绝了，我老早就盼着见识见识，这会儿机会难碰，大伙儿难道不想听听少夫人的手艺吗？她这么一讲，大伙跟着起哄。毕竟我这名气飘在外面，又没人亲眼瞅过或听过我那号称精通的琴棋书画，因此多多少少大伙对我总归有点好奇的。眼瞅着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了。少夫人要弹曲啦，
对呀，听说还要谈凤求凰，少夫人琴艺超群，底气很足。扯淡，我还没张嘴呢。我没料到贵妃娘娘刚好在旁边，她也被引来了，兴致勃勃地靠近，嚷着要听听我弹曲。听说姑娘琴艺了得，还不快弹来听听？我被架到了半空，下不来了。我虽然突击练了几个月琴，可那也只是皮毛，我没那么牛的乐理天赋，今儿一碰绝对穿帮。我板着脸孔僵在原地，心底却有些发慌，干脆装晕，挺没面子，但确实是个好招数。我横下心来，刚要两眼一闭装晕过去，就听到外头一道清脆的嗓音飘来：“使之！”大家循声看去，萧寒林拨开人群向我走过来，夏婉儿瞅他都瞅傻了，小声喊了句：“表哥。”萧寒林扫了他一眼，没接话茬。夏婉儿咬着嘴唇，眼眶有点泛红，也就眨眼功夫，他已经走到了我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向贵妃娘娘赔罪：“娘娘，时至她前些天在家里不留周身伤了手，现在没法弹琴。”贵妃娘娘面色有些不快：“咋会这么不小心？”但师侄教导过我弹琴，娘娘若不嫌弃，我愿替她给娘娘弹奏一首。贵妃面色好转：“这样也行。”大伙惊呼，谁都没听过萧世子弹曲，今儿也算是长见识了。丫鬟给萧寒林拿来坐垫，他就坐到坐垫上，把那老琴放在腿上。我站在他跟前，没多远瞅着他。萧寒林察觉出我的目光，仰头冲我乐了乐，像是安慰。我觉得心口跳得有些快了，这改变让我发慌，眉头拧得更紧。琴声响起，周围变得死静，像溪水般清脆好听，从萧寒林好看的指缝流淌出来，像玉佩碰响，余音不断。一首弹完，大伙才慢慢回神，接着就是对萧寒林没完没了的夸赞：“世子这等琴艺，居然还需要少奶奶来教。”萧寒林低调点头：“我比不上十之千之一。”一场麻烦就这么被他轻轻松松的摆平。萧寒林去跟贵妃娘娘聊了几句嘴，就带着我离开了这块闹心场。后面的看花会直到傍晚才彻底散场。萧寒林在闭眼歇息，我没忍住偷偷去瞄他。讲真话，他要是不跟外族人搭线，我这会真觉得这爷们其实挺好。可没招啊，他早就已经踩到了我的底线。我忘了把眼神收回来，结果被猛然睁眼的萧寒林逮了个现行。少夫人在愁啥呢？短暂的发慌以后，我飞快稳住心神。瞅你！萧寒林呆了一下，接着乐了。好看不？不好看。那少奶奶以为啥模样的爷们儿才算得上好看呢？懂理。重义，走正道，有涵养，带正气。圣人讲的也就是忠诚宽厚而已。萧寒林瞅着我没接话茬，车厢里猛地安静下来，没一会便到了大宅院门口。我躲开萧寒林，想来拉我的手，头一个跳下马车。萧寒林留在后边，他搓了搓只抓到空气的指头，苦涩笑了一声：“这么一瞧，我应该也能算得上是个好看的人吧？”世之，你也认出我了是吗？你有你的报复，我会等你的。我猛地从梦里吓醒，我做了场噩梦，梦中老爹快着战马往前挪，每走一步，身上的疤就添一道。他全身上下流着血，可就是不肯停脚往前赶。我在后头大声叫，可他不搭理我。爹，我就是撵不上，咋跑也是撵不上。吓醒以后，我瘫在床沿大半天没动，心口窝里的心脏跳得极快。门外头猛地飘来一阵急火火的脚步声，我心里一咯噔，跳下床铺，光着脚丫跑去拉门。屋外，萧寒林打着伞，衣裳上依旧溅满了不少水。瞅瞅雨多大，他走得有多心急。我听见自个儿干巴巴地问：“出啥事了？”萧寒林低眼望我，嗓门发沉：“宋老将军，出事了。”这是塞北今儿才送回的信儿，说是外族不讲规矩，撕毁条约，带兵反扑，抢先冲嘉平城发猛攻。说我爹在嘉平城领兵还击时，被引到一处深沟，就再没了踪影。隔天有小兵在山沟外头找着我爹的马，马嘴里还撕咬着老爹的一条手臂。我双眼一黑，光觉得天在转，地在晃。萧寒林探手一把拽住我：“事情还能有变数？”“对，还有变数。光一条手臂证明不了什么，我爹八成还留着命。”“世之，别挡道！我得去找他去，非得去找他。”瞅着我熬红却没掉泪的眼珠子，萧寒林死拧着眉。他抬手摸了摸我的脸颊，见我像根木头，他一把将我死死搂进怀中。
他抱着我，我都懂，没想拦着你去。等明天成吗？等这雨息了，我陪你出城，成不成？简直像求人。我伸手搂紧了他的后腰，把脸埋在他心口窝那儿闷了许久，直到他胸前的料子被我全给浸湿，我才慢慢推开。萧寒林搂着我一块瘫在床上，傻愣愣等天亮。隔天天亮，雨歇了，太阳刚露头时，萧寒林早就把我送到城外。他把行囊交给我，又帮我小心套好了遮面帽。俩人眼对眼，谁都没舍得吭声。萧寒林猛吸一口气，接着慢吞吞呼了出来。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份字据。世之，签了这个和离书，从此天大地大，再也没啥破事能够绊住你了。我会对外放风，说宋家千金宋时之与我和离后回了老家，我会帮你把这里的烂摊子卯平，只求你这趟能顺顺当当。从前我天天盼着与他和离，眼下他倒是一手捧到我跟前了，可心底咋就这么堵得慌？我狠心咬破手指，在散伙书上戳下指印，萧寒林也跟着摁下自个手印。我盯着他咬破手指时挂在嘴边的血，外加他嘴角的苦笑。萧寒林，多谢了。萧寒林身板猛地僵了那么一瞬。宋时之，千万别妄言。迎着落日，我猛扯一把马绳，战马调转车头，向着大北边撒腿狂奔。我再也没转脸去瞧，可我清楚萧寒林一直在后头。我爹还活着，被民医谷的人给救下了，只是脸蹭花了，脑袋磕坏了，记不清以前的破事儿。我去民医谷看他那阵，胳膊抬高，他领着那帮小学徒练拳脚呢，一个个细胳膊细腿的，我家那丫头一只手就能把你们全给撂倒。独臂大侠，你还有闺女啊？那闺女多大了？忘了，应该有吧，估摸12、13岁，就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盯着他，哭得满脸都是泪。我在民医谷窝了3天，每天都跑去寻老爹，他挺稀罕我，总爱跟我唠个没完。可他愣是认不出我是谁，他也不乐意跟我下山。我没辙，在谷里常住，只能把老爹拜托给民医谷照料。我回到京城那会儿，萧寒林在城门底下等我，他还是我印象里的老样子，一丁点没变。你真打算向皇上把实底全交了？那可不，躲躲藏藏太累人，又不是做贼心虚。我盼着让大伙儿都认得我是谁，昭华大将是谁。我想让大伙儿晓得，宋大将的闺女一点不比谁差。我心里有数，我老爹那人好面子。你老爹的底细，你打算告诉皇上不？不讲了。我爹眼下上不了战场，也不认得皇上。我盼着让他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要是往后筹建了要责罚，那也认栽。回头多立点军功，叫他少出点气就成。要是你的军功不够，那就再加上我的。这么些年我在京城也没少干正事。宋时之，你小的时候朕其实见过，那会儿朕还是储君，宋云虎，你亲爹，他可是朕最看重的小将军，他总爱把你架脖子上，带到哪儿都要显摆。想到那阵子的老黄烈，宋大将心怀大义，为国家卖命到这步地，朕没法子好生报答他就已经难受得紧，哪能因这点小破事就降罪于你？走吧，朕回头就昭告四方，宋时之宋大将乃国家难得的栋梁，朕心里畅快得很。萧寒林跟我肩并肩走出养心殿那阵儿，猛地停住脚步。寒离啊，你这又是折腾个啥？求皇上给臣与宋大将指婚。求皇上给臣与宋大将指婚。那日跑来好多人，可没有我亲爹。我寻思好久要不要喊他过来，可转念一想，瞅着这么多老旧面孔，可谁也没料到，我跟萧寒林成亲那晌，老爹居然跟着民医谷的头儿跑来喝喜酒。他跟以前变了个人似的，几乎没人认得出那是他。我盯着他红了眼眶。你这丫头，咱们在名医谷聊的那叫一个投缘，我把你当忘年交，你怎么成亲连杯喜酒都不舍得喊我喝？那我给你赔个罪咋样？不咋样，我得罚你。罚我啥？罚你这辈子能跟萧寒林长长久久恩爱到底。我总觉得老爹好像记起啥了。宋时之宋大将被皇上亲封，镇北大将领命常驻塞北。不使大人眼下可真是守活寡了，偏偏那些温柔乡也半点不沾边儿。换做我是你啊，绝不放任心间人离得那么远，我就是拿绳捆也要把人绑在身边。所以嘛，你不是我。他的夫人是苍鹰，
是野狼，他不乐意做被圈养的兔子，他就绝不做锁住他的枷锁。只要明白彼此深爱，心灵相通就够了。两人深爱彼此，共同守护着这份宁静。